欢迎来到雅说健康，我是数字人小雅。今天这段视频非常重要，我敢说99%的人都不知道这些关于糖尿病的真相。拿出笔记本记下来，因为学会这些，你就能自我检测，并且预防糖尿病，甚至逆转糖尿病前期，远离失明、截肢、老年痴呆这些可怕的并发症。糖尿病的真相，我们每天不知不觉吃下多少糖，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一杯看似健康的果汁，可能就含有相当于10茶匙的糖，而一碗看似清淡的米饭，可能也含有相当于5茶匙的糖。这些糖分会让你的身体不堪重负，胰岛素再怎么努力也救不了你，最终导致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。胰岛素抵抗的症状你知道吗？很多看似不相关的症状，比如小肚子、起夜多、健忘、皮肤瘙痒、伤口不易愈合、视力模糊等，都可能是胰岛素抵抗的信号。如何预防和逆转？别担心，只要改变饮食习惯，少吃点精致碳水化合物，如白米饭、白面包、甜点，多吃蔬菜、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，试试间歇性断食，远离那些容易引起炎症的食物，如加工食品、油炸食品、含糖饮料，就能有效预防甚至逆转糖尿病前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怎么预防糖尿病前期变成糖尿病。首先，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区别主要在血糖水平上。糖尿病前期，你的血糖大概在100到125之间，糖尿病就到126或者更高了。还有一种叫 AEC 的检查，是3个月血糖的平均值。糖尿病前期 AEC 在 5.7 到 6.4 之间，糖尿病就到 6.5 或者更高了。说白了，2型糖尿病就是你血液里的糖太多了，正常血糖应该在80左右，相当于你全身血液里大概就1茶匙糖，身体自己也会把脂肪和其他热量转化成糖，所以你不用真的吃1茶匙糖才能到这个水平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们每天到底吃了多少糖呢？答案可能会吓你一跳，普通人每天大概会吃30茶匙糖，这还不光是糖本身，还包括能转化成糖的其他碳水化合物，比如米饭、面条、面包等等。普通美国人一天大概吃300克碳水化合物，甚至更多，这糖分简直是不敢想象。正常血糖才1茶匙糖，我们居然吃了30茶匙。那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么多糖，血糖还没爆表呢？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个过滤器，叫胰岛素，能把多余的糖分排出血液，然后储存起来或者转化成脂肪、胆固醇。身体可不想血液里糖分太多，因为这对血管壁伤害太大了，会腐蚀血管内壁，引起炎症和损伤。所以说，身体觉得糖分太多，太危险了。如果你吃了太多碳水化合物，还总吃零食，胰腺就得拼命分泌胰岛素来降血糖。但是胰岛素水平太高对身体也有害，身体既不喜欢高血糖，也不喜欢高胰岛素。那怎么办呢？身体就产生胰岛素抵抗，细胞开始拼命阻挡胰岛素，但血糖还得控制啊，所以身体就分泌更多胰岛素来对抗这种抵抗，以保持血糖正常。这个过程能持续10到15年，你可能有10到15年的胰岛素抵抗，直到有一天你的胰腺说，我帮你干了这么多年，我也累垮了，胰腺分泌不出那么多胰岛素了，胰岛素水平开始下降。如果你还继续这么吃，血糖就该升高了，因为胰岛素开始减少，时间长了就发展成糖尿病。所以说，了解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如果你有糖尿病前期或者胰岛素抵抗，只要稍微努力就能避免这一切。少吃点碳水化合物，试试间歇性断食吧。我说的轻松，真正执行起来还是需要一些毅力和意志力，尤其许多人其实已不知不觉的对碳水化合物上瘾，想要少吃些或戒断精致碳水，那是需要相当大的自制能力。我也不建议一次性戒断，但逐步减少分量绝对是可行的。先尝试将米饭、面条和面包的量控制在一餐中的1/4，就是非常棒的第一步。还有个有趣的情况，一般上体检报告都只注重血糖值，不测空腹胰岛素，也不测你有没有胰岛素抵抗。你得做 HOMA-I 测试才能知道，但似乎极少人会做这个，所以这个领域有点被忽视了。90%的糖尿病前期患者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，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。
我觉得可能99%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胰岛素抵抗。现在我教你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胰岛素抵抗，不用做检查也能知道，你只需要低头看看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脚。如果只能看到肚子看不到脚，那妥妥的有胰岛素抵抗了。还有其他一些症状，晚上总起夜上厕所，有的话就是了，但这可以通过改变饮食，几天就能有所改善。其他症状还包括皮肤问题，比如黑棘皮病、脖子后面、腋下皮肤发黑，这也是胰岛素抵抗的表现。还有脑雾、记忆力下降，因为大脑需要葡萄糖，胰岛素抵抗相当于切断了神经元的燃料供应，人就容易忘事，这是老年痴呆的开始。其他症状还包括情绪波动大，容易焦虑、疲劳、性欲减退等等。但是如果你把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控制在较低的水平，甚至戒掉碳水化合物，身体就会开始燃烧脂肪并产生酮体作为燃料，大脑就能得到营养，你反而会更专注，记忆力也会变好。还有一个重要症状，说明你有胰岛素抵抗，你总是觉得饿，2餐之间晚上都想吃零食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，特别想吃碳水化合物、薯片、饼干、巧克力，尤其是在晚上，这就是个很大的信号。其他症状还包括吃完饭后很快又饿了，总是渴望甜食，体重增加或难以减肥，饭后犯困，吃完午饭就想睡，这也是胰岛素抵抗。严重的话，甚至脚部会有刺痛感或者灼烧感，都可能是血糖在破坏血管和神经，这叫周围神经病变。其他症状还包括手脚麻木、刺痛、感觉异常，甚至出现手脚冰凉、皮肤干燥、脱发等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别吃那么多碳水化合物，也别老吃零食。以后我将制作相关影片来教你怎么做，在这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另外，你要知道，糖会引起炎症，让情况更糟，它能直接把你从糖尿病前期推向糖尿病。还有大豆油、玉米油、棉籽油、菜籽油这些油里的 Omega-6 脂肪酸，都是高度促盐的，也能把你推向糖尿病。还有味精，很多餐厅快餐店都在使用。所以除了少吃糖和碳水化合物，还要注意饮食的整体健康，多吃蔬菜、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，选择 Omega-3 脂肪酸含量高的食物，比如三文鱼和深海鱼油，再加上适量运动来帮你燃烧多余热量，重新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这些都能帮助你预防和逆转胰岛素抵抗，远离糖尿病的威胁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现在对糖尿病有了更深的了解。记住，预防糖尿病从根源下手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